众所周知，漫威英雄变身的时候是不会被打的。托尼穿上马克5号，一脚先把小辣椒和哈皮送到安全区，回头就要开炮，大汉随手甩出两边，战甲当场被抽出了几道口子。要知道，马克5号主打便携，防御力在电鞭面前基本算纸糊的，就连武器都只保留了最基础的掌心炮。交手没几个回合，托尼就被按着打，战甲被拆得七零八落，简直是个行走的花瓶皮肤。但托尼这人字典里就没有认输俩字，他顶着电流直接往前硬刚。俗话说222伏的电压电不死，智商250的狠人，一套丝滑的组合拳下来，直接把没穿任何护甲的大汉给制服了。直到大汉胸前的反应堆被拆下来的那一刻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才算彻底结束。可即便输了，大汉嘴里还在不停嘲讽托尼是个小偷。托尼对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来了极大的兴趣，但更让他好奇的是，居然有人能手搓出自己的方舟反应堆。于是他马不停蹄赶去关押大汉的监狱，想搞清楚反应堆的来源。没想到对方直接告诉他，这玩意儿就是他自己造的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嘴臭嘲讽托尼的家族就是小偷和屠夫。原来这人是物理学家安东万科的儿子，早期的弧形反应堆技术正是俩人的老父亲一起搞出来的。后来老万科因为泄露技术被流放，最终惨死他乡。万科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才来找托尼复仇。虽然这次行动以失败收场，但他却说出了一个只有托尼自己才知道的秘密。原来他早就算出托尼命不久矣。不得不说，万科也是个天才，资源几乎为零的情况下，硬是手搓出了小型反应堆。他也清楚，论资源他根本比不过托尼，本来就没打算彻底打赢，他的目的只是把托尼从神坛上拽下来，让全世界知道钢铁侠不是无敌的。斯塔克工业的技术也不是没人能追得上，而汉默自从亲眼目睹这次袭击后，就看上了万科的本事。这天，狱警送饭时给了万科一个暧昧的眼神，万科瞬间反应过来，果不其然，水杯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，暗指是拿起馒头，里面居然埋了一颗塑胶炸弹。紧接着牢门从外面打开，一名跟他长得像双胞胎的狱友被塞了进来，连发型都剪得一模一样。看到对方胸前完全相同的编号，万科心领神会，这是送来的替死鬼。他一顿暴打解决掉对方，把炸弹安在墙上，捡起狱警不小心落下的钥匙，光明正大的走出监狱大门。门口俩狱警温柔的把他请上皮卡。不久后，他就被秘密送到汉默面前，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，两人当场达成战略合作。万科表面答应跟汉默一起搞事情，承诺给他打造一支机甲军团。汉默一听乐坏了，以为自己要血赚一波，可他完全不知道伊万嘴上答应，肚子里全是自己的小算盘，暗中在每一台钢铁士兵里埋下了要命的彩蛋。另一边，托尼在摩纳哥赛场上的表现让军方抓住了把柄，他们以此为由认定他已经不具备驾驭钢铁战甲的能力。罗德告诉托尼，军方已经准备强行闯入，没收他的钢铁战衣。托尼听完一脸无感，不是不想动，是根本动不了了。之前那一战让病情直接加速恶化，芯片都快烧烂了，毒素已经从胸口蔓延到脖子，最要命的是血液里的靶含量飙到了 89%， 这意味着今晚就是他人生最后一个生日。他直接把自己灌到断片，彻底放弃表情管理，穿着钢铁战衣在客厅跳尬舞，还打算当众演示如何在战甲里尿尿。旁边的罗德上校脸都气绿了，毕竟他刚在国会拍胸脯保证过钢铁侠会用战甲保卫国家安全。而托尼越玩越上头，掌心炮开始不受控制的到处乱轰。这下罗德彻底炸了，决定好好让他清醒清醒。他冲进研发室，毫不犹豫套上了马克2号战甲。Get out。罗德本想靠蛮力把托尼按住，下一秒就被身经百战的托尼甩飞了。罗德还不收手，又抄起杠铃片继续挑衅。托尼也不忍了，抓起旁边的杠铃就朝罗德抡了过去。两人的战斗越来越离谱，整栋别墅被拆得七零八落。更糟糕的是，两人从肉搏逐渐升级成了对轰。只见他们同时抬起手臂，在一阵激烈的互相问候中一起发射了掌心炮，剧烈的能量撞击引发了大爆炸。好在两人都没挂彩，但托尼的心情已经跌到谷底。他最铁的兄弟在自己最后一个生日宴上闹翻了天，可当他看着罗德穿着马克2号飞走时，却没有让贾维斯强制关机。也许在他心里已经找到了继承自己战甲的合适人选。没过多久，罗德就开着马克2号返回了空军基地，上司对他的操作赞不绝口，准备把马克2号武装到牙齿，用来参加即将开幕的军事博览会。他们找汉默来加装火力系统，汉默自信满满的向罗德推销自己的得意武器。眼见前面这些花里胡哨的引不起罗德兴趣，汉默终于掏出了压箱底的狠货。
罗德眼睛一亮，当场全部下单。而时日无多的托尼整天无所事事，穿着战甲蹲在甜甜圈上吃汉堡。这时，一个独眼龙出现了，两人正说着话，娜塔莎走了出来。不过这次他换上了战斗服，独眼龙这才亮明身份，他叫福瑞，是神盾局局长，而寡姐的真实身份是神盾局的实际特工。福瑞早看穿托尼中毒的事，才派寡姐潜伏到他身边。寡姐给他扎了一针药剂，能暂时拖住病情，让他去找新元素替代吧。托尼一脸无奈，表示自己已经把元素周期表翻烂了，没有一个能用的。福瑞给了句暗示，有时候答案不在未来，藏在过去。说完扔给他一个大箱子，是托尼他爹留下来的遗物解救之法。就在这箱子里面